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辽阔的沿江海域上，一个足有数千丈庞大的漩涡成型。就在萧炎全神贯注地盯着沿江漩涡时，重伤的魂生天抓着不知死活的浑元天出现在他后方不远处。浑生天怨毒地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萧炎，他明白自己的状态无法再和萧炎抗衡，只好一咬牙拖着重伤的身体迅速远去。萧炎此前的消耗有点大，再加上眼下驼舍古地洞府即将出世，所以他并未前去追击魂生天。天空上突然巨声响起，三道狼狈的身影倒退，两名满身死气的人脸色苍白地看向一旁的虚无吞炎，他们已经拦不住古元了。虚无吞炎的眼中闪过一抹不甘，他没想到自己进入地境灵魂后也无法和古元抗衡。古元踏出一步，出现在魂天帝身后，天地潮汐化为巨掌，狠狠地对着魂天帝怒拍而下。魂天帝一拳破碎虚空，将古元那一掌硬接了下来。他朝着古元大笑一声，接下来就等着驼舍古地洞府出世吧。下方沿江海面上的漩涡骤然扩大了数十倍，足足1000丈庞大的沿江火柱喷射而出。魂天帝眼中的狂喜越来越浓，他能感觉到自己手中的驼舍古地狱出奇的炽热，急速旋转的沿江漩涡逐渐变换。与此同时，沿江海面上赤红的岩浆散开，一道矗立天地的古老石门缓缓自岩浆中浮起，一种古老莽荒的气息瞬间充斥着这片天地。此时此刻，在那种凌驾这片天地之上的气息下，即便是强如古元和魂天帝也由心地感到了一种惊惧。望着石门上方的古地洞府4字，魂天帝终于忍不住仰天狂笑。古元回过神后，眼中有些复杂。为了这个古地洞府，远古八族发生过多次混乱交手，没想到在八族仅剩4族时，竟然还能够将其召唤出来。在古老石门庞大的体积下，所有人都显得异常渺小。萧炎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他能感觉到越是靠近石门，感受到的威压越重。按照他的猜测，在场能够有本事站到石门面前的屈指可数。这片海域被笼罩上了一种奇异的威压，即便是萧炎的地境灵魂也无法探测到岩浆中的动静。萧炎目光警惕地在岩浆海域上扫过，古地洞府已经出现，为何却还没有那神秘生物的踪影？魂天帝压下心中翻腾的情绪，他缓缓举起手中有着波光流动的驼舍古地狱。古玉闪烁光泽时，紧闭的古老石门仿佛有着开启的迹象。魂天帝大喜，但不等他进一步开启洞府，古元就一把对着他手中的古玉抢去。魂天帝身形一闪，避开古元，但在古元的死缠烂打下，他一时间根本无法继续开启洞府。下方的人都死死地望着天空上紧紧相随的2道光影，那种层次的交锋，他们根本插不上手。萧炎耳朵突然一动，他听见了一些剧烈的岩浆翻腾的声音，但岩浆海面却平静的没有丝毫波澜。萧炎死死地盯着岩浆海面，数分钟后，他的瞳孔陡然一缩，快，远离岩浆！平静的岩浆海面陡然溅起万丈涛浪，一道惊天动地般的吼声响起。古元和魂天帝脸色一变，这气息竟然不比他们弱。本皇终于重见天日了！万丈岩浆冲天而起，一道让天地变色的凶悍气息自岩浆中暴涌，双方大军都因为那滔天的岩浆巨浪急忙后退。古元和魂天帝也因为这一幕停了手，他们2人都目光警惕地望着岩浆海域。随着巨浪落下，一道布满了紫金鳞片的巨大身体从岩浆中探出一截，神秘生物那透着狰狞和威压的头颅探出岩浆，他的巨眼在天空上扫过，最后顿在了古元和魂天帝2人身上。这里能够让他郑重相待的也就这2人而已。神秘生物只露出了头颅，在场的人根本无法认出他的身份。古元客气地拱拱手，在下古族族长古元，不知阁下。一旁的魂天帝生怕古元和神秘生物联手，他连忙也拱手报出身份，言语间十分客气。听到神秘生物说古族、魂族似乎在当年算不得什么大族，古元和魂天帝一惊。数万年以前，魂族和古族的确不算什么强族，没想到这神秘生物竟然存在得如此久远。神秘生物再度开口，问是谁将古地洞府召唤出来的。若不是那人，他到现在还无法重见天日。说起来，他还欠了一点人情呢。古元的脸色刷的一下十分难看，
魂天帝一脸笑意，上前认领自己的好处。神秘生物看了一眼魂天帝，突然强光涌现，他庞大无比的身体迅速缩小，瞬间化为一位满头紫金头发的中年男子。他金色的双瞳盯着魂天帝，说自己受了他一点情，原本该助他一下，但现在他还有其他的事，所以以后再算。闻言，古元悄悄地松了口气，一旁的魂天帝却忍不住抖了抖脸皮，若非是忌惮这神秘人的恐怖实力，他早就下令将其斩杀了。中年男子双瞳在天空一扫，然后蹲在了其中一道人影身上，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冰冷的杀意。萧炎没想到神秘人竟然锁定了自己，他的脸色巨变，莫非这家伙还记得自己不成？小子，给本皇过来！一道龙吟声响起，金黄色的巨爪破空而出，一把抓向萧炎。见神秘人说动手就动手，萧炎身形急退。与此同时，黄泉天怒狠狠地撞击在金黄巨爪上，但以往总有效果的灵魂攻击这次并未起效。古元脸色大变，急忙问，不知萧炎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？神秘人冷喝一声，他的目标只有这小子一人，谁插手他便对付谁。数日前，神秘人从萧炎的血液中感觉到了他孩子的味道，那种血液之力是他们一族独有，而萧炎是货真价实的人类，那么就只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萧炎曾经吞食炼化过他孩子的血脉之力，说不定他的孩子还遭到了此人的毒手。想到这里，神秘人眼中的杀意顿时浓郁到了极致。魂天帝回过神后，忍不住仰天大笑，看样子连老天都不帮古元他们。古元虽然不知道为何神秘人如此针对萧炎，但不管怎样，萧炎都是联军的人，而且还是他的女婿，他自然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萧炎被此人击杀。听到古元喊着拦住他，雷影等人咬了咬牙，硬着头皮出手。萧炎可不是寻常说舍弃就舍弃的角色，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。神秘人听到周围响起的破风声，猛地抬头，一道连天地都为之颤抖的吟声化为实质般的音波。刚刚冲出去的雷影等人还没来得及出手，就被这可怕的音波波及，他当下就被弹射回去，体内的气血翻腾不休。小子，拿命来！神秘人出现在萧炎面前，一掌抓向他的脑袋。这时，一条巨大的九彩光泽突然缠住萧炎的身体，急速后退。就在神秘人惊讶于世间还有九彩吞天蟒的存在时，熏儿的金地焚天斩狠狠地劈了下来。神秘人淡淡一笑，直接一拳将那道光束击溃。解决完这些雕虫小技后，神秘人脚步一跨，直接出现在萧炎面前。金光大盛，一方紫金光印涌现，一把对着萧炎以及他身旁的熏儿轰去。周遭的空间直接被封锁，萧炎脸色巨变，他一掌轰在熏儿身上，将他震出光印的笼罩范围。与此同时，萧炎的身体迅速膨胀，准备自爆肉身。到了他这种层次，自爆肉体并不会陨落，但也会造成极重的伤害。熏儿脸颊顿时苍白，凄厉地喊着不要。神秘人因为萧炎的狠辣怔了一下，但他下手依旧丝毫不软。就在萧炎的身体面临崩溃时，他手掌上的龙印突然爆发出璀璨的光泽，光印闪烁，紫炎焦急地让萧炎不要自爆的声音传出，而后璀璨的金光从龙印中涌出，迅速将萧炎的身体包裹，同时也将萧炎自爆的趋势压制了一下。这时，萧炎面前的空间撕裂开一道巨大的裂缝，璀璨的金光化为一条巨大的金龙，将萧炎包裹住。萧炎脸色大变，急忙让紫炎让开。以紫炎的实力，若是挨上那方光印，再结实的身体都会在顷刻间崩碎成血浆。弥漫着可怕力量的紫光金印，在联军骇然与魂族狂喜的目光中，瞬间出现在包裹着萧炎的巨龙头顶。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要血光爆射时，那方巨印却戛然而止，光印飞快崩溃，神秘人的身体如同抽风般哆嗦了起来。孩子，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